张毅扛起冲锋枪就朝着邻居们扫射，一弹夹子弹很快就打完了。张毅来不及换弹，直接就把冲锋枪扔到地上，然后双手从腰间拔出了2把警用手枪。那些人在雪地中根本跑不快，被张毅一枪一个，全都爆头而死。不到20秒的时间里，现场的人几乎全都死绝，还剩下几个人两股颤颤地站在雪地里，举高了双手，一脸惊恐和恳求。张毅，我们不是他们的同伙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！我发誓这件事情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不要杀我！张毅记得这几名楼长，刚刚王强等人动手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行动，所以这次的事情跟他们大概率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张毅扣动了手中的扳机，砰砰砰，几名楼长的脑袋瞬间被开了一个洞，然后倒在了雪地上。张毅的枪口对准了还活着的最后一个人，9楼的楼长陈玲玉。陈玲玉此时吓得屎尿横流，眼泪一把鼻涕一把。张毅，这件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求求你相信我，我还有一个13岁的女儿，她就在国外，我要活下去，等着她回来。张毅冷冰冰地看着他，沉默了2秒钟之后，一声枪响带走了他的生命。白色的雪地上，此时被大片的鲜血染红了，只有张毅一个人站着，周围横七竖八躺着40多具尸体。即便是到了末世，张毅也是头回一次性杀掉如此多的人。他知道这些人里面大部分人未必参与了对他的谋杀，比如说陈玲玉，比如说其他巡逻队的成员。但是张毅没得选，他不允许任何有谋害他嫌疑的人活下去，还是死人最安全。你们早晚都会死，活着那么辛苦，不如就让我送你们上天国吧。张毅手里握着枪，呼出一口白烟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帮你们摆脱了痛苦，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。杀完了所有敌人之后，张毅的目光扫向周围，如此剧烈的枪声早就把所有邻居都给吸引到了。他们趴在窗户上望着这残酷的战场，眼睛里充满了对张毅的敬畏。也有一些人如释重负，感激张毅所做的一切。张毅的目光望向26楼和21楼，也就是天河帮与狂狼帮的地盘。王强与黄天放是跑不掉的，他们最先发起对张毅的攻击。原本他们的手下就在门口了，等着老大一动手，他们就过来抢夺物资。可是当张毅拿出那把黑色的 M/4卡宾枪之后，他们畏惧了。张毅的目光让他们更畏惧。狂狼帮2把手削入浑身冰冷，声音颤抖地往后面退去。退，快退！别把这个魔鬼给引过来了。一群吓破了胆子的小卡拉米惊慌失措地往楼道里面逃去。张毅没有管他们，而是径直走到了尤大叔的跟前。不远处，李成斌和姜磊的尸体倒在那里，身上10几个窟窿，还在秘密往外冒血。这2人曾经都是张毅手下的忠诚马仔，帮他冲锋陷阵多次，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背叛了他。然而张毅也不在意，任何人背叛了他，他都认为是正常的事情，甚至是尤大叔与周可。但是今天以后，尤大叔在张毅心里的地位会变得更高，最起码能够值得他交付一些重要的东西。尤大叔，你还活着吗？张毅半蹲着身子，一边打量着周围，以防有人过来偷袭，一边试探着尤大叔的脉搏。没有脉搏了。张毅悚然一惊。不过很快，他才想起来自己还戴着防割手套，能感受到脉搏才有鬼呢。张毅只好把他的身体翻了过来。尤大叔的身上3处鲜血染红的痕迹清晰可见，子弹没有打中心脏，张毅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的救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张毅都必须试一试，起码试过了以后，哪怕尤大叔死了，他心里面的愧疚感也会大幅减轻。他从异空间取出一管肾上腺激素，朝着尤大叔的胸口就狠狠扎了进去。然后他朝着25楼那边吼道：“过来帮忙！”25楼门口，一群邻居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，他们都被张毅刚才杀神一般的表现给吓傻了，直到现在都不敢靠近。张毅森冷的目光扫过他们所有人，才把这些家伙给惊醒。一群人畏惧张毅，赶忙跑过来帮忙，把人抬上，送到我家里去，都给我轻点，万一碰着摔着了，我拿你们当纸人给尤大叔烧过去。张毅这么一说，那些邻居哪里敢不仔细，抬尤大叔的时候比给他们亲爹抱头都小心。而张毅则是双手持枪在后面紧跟着他们。来到7楼的时候，众人忽然听到一阵哭声：“尤大哥，尤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们娘俩还怎么活啊？”只见谢丽梅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哭得梨花带雨地跑下楼。张毅注意到谢丽梅哭的时候，尤大叔的眼皮似乎有些松动。张毅心中不禁叹了口气：“老尤啊，你这个人也未必太善良了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要不是这么善良，张毅，说不定我当初第一个杀的人就是你。不能为他所用，且身手不凡的人都会成为巨大的威胁，张毅必杀之。然而现在，张毅欠了尤大叔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也不好冲谢丽梅发火。邻居们知道谢丽梅和尤大叔的关系，纷纷给他让路。谢丽梅抱着孩子来到尤大叔身边，而且故意站在一个距离张毅比较近的位置，然后就大哭了起来：“老公，你睁开眼看看我呀，我是丽梅，你答应过以后要娶我的。还有宝宝，你说想亲眼看着他长到18岁，然后末世过去了，我们一家3口就能够好好的生活在一起了。老公啊，你说的话怎么能不算数？你要是走了，我们娘俩以后还怎么活得下去？你不如把我们娘俩给带走算了。你说你逞什么能耐，帮人家挡枪显得你义气，可你对得住我们孤儿寡母吗？”张毅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谢丽梅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他，但是句句都是在提他。表面上谢丽梅哭的是尤大叔，可实际上在告诉张毅，尤大叔是替你挡的子弹，如果他有个3长2短，你就要帮他照顾好我们娘俩。男人中了3枪还没死透，可老婆却连买哪儿都想好了，不仅连夜上门找人托孤，还想和老公兄弟共度余生。张毅的脸上露出嫌弃的表情，可是尤大叔还活着，张毅就得先耐着性子，毕竟人家是帮他挡了子弹，他总不能在人家还没死的时候就把他的拼图和拖油瓶给收拾了吧。他的异空间收纳了很多东西，包括3大货柜的药物，以及后来在仓库区捡到的医疗器材。
张毅只有一句话，他会尽一切努力救活尤大叔，但是到底能不能成功，也只有看天意。谢丽梅哭着说道：“张毅，我老公要是死了的话，我也不想活了，但是请你看在我老公的份上，帮他照顾好孩子。”张毅连忙说道：“谢大姐，你这是哪里的话？我一定会尽全力救好尤大叔的。”他摆了摆手，拒绝这种街拖油瓶的行为。张毅和周可儿把尤大叔搬运到了一间空房。张毅家3室1厅，除了他和周可儿的房间外，还有一间。平日里没什么用处，被张毅拿来放置静音发电机。整个安全屋的供电都是由3台静音发电机提供的。他对周可儿说道：“不惜一切代价救活尤大叔，你所需要的药物和医疗器械告诉我，我会尽量提供给你。”周可儿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，虽然尤大叔浑身是血，他也没有丝毫的慌张，而是淡定地告诉了张毅他所需要的东西。张毅从异空间中把药物和器械拿出来，给了周可儿。情况怎么样？还有没有的救？周可儿熟练地换好衣服、口罩和手套，那专注的模样顿时变得专业起来，甚至带着几分神圣。他用剪刀剪开了尤大叔的衣服之后，眉头深深皱了起来，情况很不乐观，子弹的位置都很危险，要是伤到了内脏的话，可能以现在的条件就没救了。张毅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拍了拍周可儿的肩膀：“你尽力吧，他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如果尤大叔还是无法活下去，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。”然后张毅回到客厅，开始把自己的武器拿出来一一整理。等到把所有武器都整理好，突击步枪和手枪、大狙都压满了子弹，手雷也数好了数目，张毅这才走出了家门。小区中央的空地上，此时一瓣瓣红色的梅花在大地上绽放开来，满地都是尸体。张毅走下楼梯，同时拿出手机，在业主群里面艾特了所有活着的人。所有人来到4楼集合。说完之后，张毅把手机塞进胸前的口袋里，然后手持一把步枪来到4楼，静静等待所有人的到来。不一会儿，邻居们开始冒头出现，他们看着此时的张毅，心里面忐忑不安，生怕自己一不小心激怒了张毅，从而引来杀身之祸。但是他们又不敢不来，因为一旦没有张毅给他们提供食物，他们还是难逃死亡的厄运。此时的25楼只剩下不到20人了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，满脸畏惧地望着张毅。张毅冷冷地说道：“那些人背信弃义，暗中偷袭我和尤大叔，害得尤大叔身受重伤，所以我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今天晚上我们将要对他们发起反攻，楼里面的人我来对付，你们负责在周围警戒。如果到时候发现有人从楼上跳了下来，上去给他补一刀就行。”大家伙听的依旧是莫名其妙，搞不清楚人家为什么好端端的要从楼上往下跳。不过张毅不让他们大晚上的去突击就行，于是一群人老老实实的点头，表示愿意听从张毅的吩咐。张毅伸手一指前方的21楼，也就是狂狼帮的地盘，现在就去把这栋楼给我包围起来。然后他来到了21楼的4层入口，右眼闪过一缕白光之后，一大堆刚刚被砍伐的潮湿的树木就堆满了房间，紧接着是一大堆廉价的化纤衣物，几乎把整个房间都给塞满了。张毅这才从空间里取出一桶汽油，丢到了地上。短短1秒钟之后，大火就汹涌地燃烧了起来。化纤的衣服沾火就着，熊熊的火焰将整个房间都给吞没。然后是潮湿的木材，表皮水分蒸干之后也迅速的燃烧。不过由于是不完全的燃烧，所以冒出来的是黑色的滚滚浓烟，夹杂着化纤衣服燃烧的烟气直冲上空而去。这么冷的天气，整栋楼的每一扇窗户都关得死死的，所以浓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只能够一路直上，见风就钻，如同一条黑色的蛟龙，迅速将一层又一层给吞没。楼上的狂狼帮帮众还在等着张毅攻上来，可是没想到人没等到，反而是等到了无比刺鼻的黑色浓烟。浓烟迅速淹没了整栋大楼。等到那些人意识到问题，想要开窗户透气，可是在这种环境下，所有窗户都被冰雪给封死了，怎么都打不开。现在的单元楼变成了一栋大烤箱，他们都是烤箱里面的鸭子。而直到此时，周围的邻居才明白张毅在做什么，他们耳朵里可以听到大楼内传出来的惨叫和病死鬼一般的咳嗽声，不禁毛骨悚然。此时的大楼成了一座死亡牢笼，根本没有逃命的可能，唯一的出口也被张毅给堵死了。他们除了等死，就只能选择出来送死。很快便有人受不了了，冒着浓烟冲下了楼梯，想要往外面逃出去。可是眼睛被迷住的他一个趔趄，人就倒在了火焰当中。随着一阵瘆人的惨叫声传来，不久之后他就倒在了火堆里面。楼上有人砸碎了窗户，然后奋力朝外面跳了出来。7、8层的高度，如果不是面临死亡的威胁，相信没有几个人敢跳下来。但是落地之后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庆幸，就被旁边持刀等待的女人给砍死当场。旁边的2个邻居笑道：“李云，你现在越来越能干了，过去的你可是连杀只鸡都不敢下手啊。”李云满不在意地擦了擦脸上的血迹，说道：“大家都在努力地做事，我也不能拖后腿嘛。”正说着的时候，他发现旁边又有一个人掉了下来，那个人口吐鲜血，眼睛里都是灰，眼瞅着活不成了，只是肢体仍然在抽搐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让我来吧。李云轻快地走过去，然后双手举起一把剁骨头的菜刀，扑哧一声把那个人的头颅剁了下来。其他的邻居做着同样的工作，楼上的人并不知道下面有什么在等待着什么，他们只是认为打破窗户跳下去才能有活路。邻居们干活干得很起劲，因为今天他们体验到了久违的温暖。看着那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大家的脸上都是温馨的笑容。这火焰真漂亮啊！是啊，要是以后能经常搞一搞这种仪式就好了。小区里面其他单元楼也看到了这里的动静，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，以及那不时传来的绝望惨叫，让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。